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幼师蝙蝠，我是蝙蝠云。本期咱们可以继续跟随 DC 玩具的视角来做名著阅读。本期的题材是黑暗时代的短篇巨作，咱们要聊的也是这个题材历史上最重要的玩具产品之一，来自 DCD 的致命玩笑双人礼盒。相比同时期 DC 廉价可能人形相对常见的多人套组，这个产品的规格要更高一级。它是双人的漫画礼盒，包装的边框由绚丽的紫色和极具小丑元素的狂笑拟声词组成。左下角是一张原著的封面，作为盒子内衬，也和左下角照应的是一本原著漫画。盒子两侧是套组中的两个人物，在故事剧情中对立的蝙蝠侠和小丑。盒背是整个包装设计的延伸，延续性的配色和元素和对这套产品配置的阐述，整体属于偏定制化的礼盒设计。整个包装的美术设计都契合玩具，也契合这本漫画原著，也没有猜你喜欢之类的去破坏掉美术设计的完整性。致命玩笑，一部1988年出版的短篇漫画，编剧阿兰·莫尔，作画布莱恩·伯兰德，调色约翰·希金斯的黄金阵容。故事其实只有40多页，比煤气灯下的哥谭城还要短，但是它的信息极其丰富。故事围绕着小丑想要证明，不论是谁，只要经历过足够糟糕的一天，都会变成疯子，并以小丑的主观视角阐述了他的过去，透过回忆让观众看到小丑内心中那个糟糕的一天。这部作品的影响力也使这个故事成为了最权威的小丑起源。但小丑本身并不是个可靠的叙述者，他自己也承认他脑中的记忆是混乱且无序的，他对同一件事有无数种不同的记忆。这种症状呢，一般叫老年痴呆。这个只有40几页的小短片在出版之后反响极其强烈，本来只作为异世界独立故事的独立短片，也快速的被 DC 拥抱并划进正史，并以此牵连了主世界的芭芭拉·戈登蝙蝠女夏克。她在致命玩笑中的经历也被投射到主世界，使她不得不放弃蝙蝠女的身份，利用自己的电脑技术成为神域。 DCD 这版致命玩笑礼盒的出品时间是2008年，可以算作是致命玩笑20周年献礼。而且在这种礼盒套装上， DC 非常难得的没有一鱼两吃。按道理来讲，那肯定是先卖单盒后卖套装。虽然同期都有这两个产品的同素体作品，但是这两个作品都是以秘密档案的名义发售的，呈现的也是不同作品形象。所以应该讲时至今日，这套东西都是同题材几乎绝无仅有的可动玩具了。这部作品虽然叫蝙蝠侠致命玩笑，但是在故事上琢磨更多的明显是小丑。那咱们也就先看小丑。小丑在致命玩笑中有多套服装，在和蝙蝠侠交锋啊，在他自己的回忆里啊，或是在倒叙情节里啊，打扮都不同。套装里这版应该讲选的是最具致命玩笑代表性的形象，也就是闯入戈登家枪击芭芭拉的这一形象。穿个古巴领衬衫，小短裤，看着就很休闲，像在海边度假穿的。选这个造型肯定没问题，最独特嘛。这部故事中也出现的对于小丑来讲更经典的紫大衣形象，玩具作品这太多了嘛，很难有一目了然的原作共鸣。小丑的形体表现上比较接近原著，也比较契合这个人物，细胳膊细腿的瘦高条，胳膊腿上这白色还做了一点适当的渐变色，让它看起来像能透出一点那个血色一样。身体的衣物诸如袜子裤子到这衬衫上都做了一些适当的衣物褶皱，丰富一下笔触，为这个作品稍微增加一点细节。小丑嘛，再加上这种特殊造型，它最重要的呈现区域就是头雕。致命玩笑这一时期的小丑其实应该讲没露过全脸，五官总有一部分是隐藏在阴影中的。他这是做了一个很直给的形象，并且他把五官的轮廓和特征相比原作都做了一定的强化，加入了一双血红色的眼睛，配合小丑本身的红嘴唇子，让这个头看起来无比狰狞，加上这个规则的尖长的像胡萝卜一样的脸和顶上面部肌肉的刻度，让这个小丑看起来都不像是一个真实的人，而像是一个恐怖的木偶，赋予这个造型极强的压迫感。小丑的紫帽子，这也是小丑最重要的特征服饰之一，一方面融入这个紫手套加紫帽子的特征，保证小丑形象的辨识度；另一方面，这个穿短裤穿衬衫又戴礼帽的形象，也在凸显着这个人物的精神状态和他本身的怪诞。并且作为玩具来讲，这礼帽也有个作用，就是加入一个阴影位，让他在一低头的时候，两只眼睛潜藏在帽檐的阴影里，让他有另一种邪恶的表现形式。面部的涂装称得上工整，
头雕的建模，这种小丑带点夸张的图形也有比较好的表现，尤其是侧脸，这种巫婆一样的鼻子加鞋拔子一样的下巴，配合这个表情和他的眼神，看起来就让人很不安。而且这里他是做了个拆件，鼻子和下巴形成的倒扣，导致这个头雕不好出模。他为了鼻梁的这个表现，把鼻子单独拆了模，做了一个极其尖长夸张的鼻子。虽说依然有缝隙，但是这个配位得说做的很好了，严丝合缝的。有一些配件作为这个造型的补完，他是拉了个透明件，做了一小酒杯，里头利用2层涂装的形式表现了这个红酒。这个透明件的处理不算理想，但是就廉价美系来说，这个酒杯加红酒的表现算得上是很惊艳也很精致。罪恶源头小丑的手枪扳机位置，它是直接就留了余缝，手指卡进去之后正好能补完这个空位，配合这个极具张力的头雕，表现原作的造型也比较有共鸣，能一目了然的通过这个作品感受到这个人物的病态。你看着这作品脑补一下，一开门有这么个玩意儿，他就不拿枪都吓你一跳。还有一个也可以被称为是 DC 宇宙罪恶之源小丑的照相机，涂装上用了银色的金属漆，并且镜头用了黑色的亮漆，背后也有涂装。相机的小挂带也拉的是软胶的，不是真实材料。就廉价美系在这个时代来讲，这个相机也算得上是精致配件，相机也称得上是有适配度的。你看这造型，手枪、照相机加红酒，你把这红酒换撬棍， DC 宇宙史诗级罪恶武器就凑齐了。这个作品还有个突出的价值在于配色上。致命玩笑这部作品发行于1988年，画师是布莱恩·伯兰德，调色是约翰·希金斯，他沿用了和守望者一致的调色方向。但是对于画师伯兰德来讲，这是个遗憾。他认为这一版调色让整个画面都淹没在紫粉黄色的光里，他所期望的把回忆片段制作成风格化更强的黑白色，表现橡皮头式的闪回片段，以及利用配色和剧情表现故事的落差都没有实现。所以2008年推出了致命玩笑20周年纪念版，这一版是布莱恩·伯兰德本人调色，不仅针对闪回片段，所有人物的所有配色都有调整。新版的配色饱满而沉稳，减少了原版鲜亮的跳色。而 DCD 这版玩具它正式发售于2008年，它采用的并非是新版配色，而是最初的原版连载配色。而一般来讲，这种经过更定修正的漫画都会在后续变成是官方的主要认可对象，所以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多的致命玩笑玩具产品，但应该都很难看到以连载形象为原型的产品了。而小丑的这身度假装扮，连载版和新版的配色差距还是挺大的。连载版强调鲜亮、跳脱、高对比，配色上也是比较契合小丑主题的紫短裤、绿尖头。新版的调色相对温暖，对于这身装扮是减弱了它的跳脱风格，也弱化了衣物图案的存在感。比较有强调性的紫裤衩也变成了麻色。这个在芭芭拉·戈登家找到的暗喻着杀戮和血腥的红酒，新版也改成伏特加一类的透明液体，视觉冲击力上可能就没这么强。就我个人来讲，单纯只针对这一休闲形象，我会更倾向原版。可动上来讲没啥可讲，这个产品就是标准的同时代的小雕像，除了臂弯和头接近现代关节之外，周身的一切都是切面的，诸如手臂，诸如胯部，诸如四肢的平转切面，并且也有较强的预设性。你就像肩膀不按它的预设角度摆，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穿帮切位跑出来，整体来讲自由度不高。这一套装中的蝙蝠侠也是采用了连载版配色，新版的颜色要更偏向于蓝黑色，这个连载版会更蓝一些。更具辨识度的点应该讲是胸标，新版由圆标改成了方形胸标。蝙蝠侠依然选取了这部故事里最具特征性的造型，取材点是剧情后半段的乐园追击战。致命玩笑的蝙蝠侠这个造型的辨识度不高，应该讲做好了有难度。玩具倒是比较精准的抓到了几个特征，其一是披风。布莱恩·伯兰德在绘制蝙蝠侠的时候，经常会在蝙蝠侠的肩头做一个直角，看起来这披风根本就不是包在肩头，而是像一根棍从中间把它架上一样，整个肩头像是有一个夸张的方形内支撑。披风的开口在胸前相对朝下的位置，所以伯兰德版的蝙蝠侠经常像个窗户帘子、衣裳架子似的站在那儿，而奔跑起来的时候，这个披风向两侧延展，大部分情况下都会挡住人物的一部分手臂。披风下沿是一个个柔软的锐角，延伸到披风背后的走势，这个元素特征抓得很好。同时伯兰德版蝙蝠侠的形体也是个高挑修长的身形，穿上战衣之后呢，这个线条也是若隐若现的，还是属于同时代特征的健康身材。应该讲健美比赛在进入巨兽时代之前，
超英角色也大致都是这个身形。对于身形的还原，这版应该讲做的非常不错了。肌肉维度到分离度的刻画，尤其是2头和3头的形态，那基本都是原著倾向的。虽然有一个看似被架起来的披风，但实际上并没有过于宽大的肩膀。能够这样以还原倾向去表现这一版蝙蝠侠的身形和披风，那也就只能是这个时代的小雕像了。毕竟虽然还原，但是这个披风它影响可动嘛，它对于上半身的关节会有比较强的干涉。蝙蝠侠这个头雕看着下巴挺宽，嘴唇挺厚，面具上一脸褶子，长耳朵，耳朵往两边咧。应该讲这些特征上有点过火了，但是它确实比较接近伯兰德笔下的致命玩笑蝙蝠侠，看起来一脸狐疑的感觉。同时这个时代的蝙蝠侠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的减龄。经典的蝙蝠侠设定，在蝙蝠侠事业步入正轨之后，韦恩都是个老中年人了，一般以30大几40多岁的居多。直到新千年之初的多次重启，到新52开始，蝙蝠侠年轻化才成了一个趋势。所以这一时代的蝙蝠侠做老点儿，这倒不算毛病。头雕笔触和原著气质也算比较接近。为这一形象制作的辨识特征是人物左臂上的战损，这是在原著乐园追击战剧情中，小丑使用手杖中的机关强酸对蝙蝠侠造成的伤害，腐蚀掉了蝙蝠侠的衣服，也灼烧了一部分蝙蝠侠的皮肤。这个也不是涂上去的，是整个开模做上去的。涂了一层肤色的同时，他还做了这种偏绿不筋的血管的感觉和偏淡色的血液的感觉，并且这个位置的皮肤它在建模上就不是光滑的，整体它想表现出一种烧伤和溃烂融合的感觉，表现效果还挺真实的。这也算是为这个造型增加一个强的原著辨识特征。同时因为这个披风的设计，即使你不喜欢战损也不用太在意，一遮就可以当做一个常规形象，一露又能带出点作品的辨识度来。蝙蝠侠的涂装上除了那个伤口的表现之外，其他位置都是工整的，相对干净。面部它是扫了几笔黑色作为加强辨识度特征的阴影，其他位置蓝灰两色都是平涂。这个蓝灰的协调色做的也比较理想，也比较契合原著的质感。腰带单独拆出来做了个相对偏深的金属色，增加一个亮眼的细节位。蝙蝠侠的道具配件只有一个，在原盒就已经装在手上的蝙蝠镖，握持的契合度没问题。蝙蝠侠的关节比小丑更没啥可说的，小丑头部好歹还能低头抬头，他这头部都做的是切的。手臂也受到披风影响，前抬和侧抬都会有一定限制。腿部也是纯切面关节，并且胯的动作也是做了一定的预设。这个蝙蝠侠是稍微往前抬一点脚的造型，不按他这预设来，会有一定的胯部穿帮。两个人统一的地台也能算个配件吧。黑底儿顶上印刷的致命玩笑 logo， 这也是致命玩笑第一次发行时 logo 的配色。很多漫画的 logo 都有各式各样的颜色，一般都是为了区分第几次发行。你像致命玩笑发行了无数版，这个 logo 就有红的、绿的、蓝的、黄的等等等等的。漫画礼盒嘛，它会附带你一本原版的漫画，也是用了绿标复刻那个初次印刷的版本。书是铜版纸印刷，这个印刷的是当年的连载版。整个这个漫画并不是期刊那种软塌塌的材质，它是按独立书籍的规格做的。而且致命玩笑这个书它很适合放在这个玩具里，因为是个短篇嘛，很多长篇的名著之类的，它做这个漫画礼盒就只能给其中一期。虽然包装没打广告，但是书打广告了啊，是 DC 当年的13寸可动人形系列，咱哪天找机会把这系列也讲了。DCD 的致命玩笑漫画礼盒，这应该讲就是非常工整的名著衍生作品，两个人都比较规矩的呈现了漫画形象，也有一定程度参照了漫画的笔触。同时两个角色都选择了相对于漫画中更独特的造型，并叠加产品的原著漫画作为依托，也作为调性上的提升，加上一套定制化的礼盒包装，整个产品就显得非常完整，并且使用连载版配色，也强化了产品一定的年代特质和纪念意义。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那可能就是这两个产品都做了相对极端的特殊形象，但作品中对立的两个人物选择这两个造型在原著作品里是没有直接交集的，需要一些增加关联度的配件，诸如蝙蝠侠的手里可以加个替换的小丑扑克，这种彩蛋化的元素作品上未必有更好的表现，但是玩家可能会有更好的体验。好了，那这期咱们聊到这儿吧，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蝙蝠云，咱们下回见。